冯爷爷，刚刚听阿姨说您的字千金难求，我的画虽然比不上，但还是想画一幅回赠，不知冯爷爷是否介意？好啊，能有新人赠画带回去一沾喜气儿吗？石小姐，请。爷爷叫我十一就好。十一，好名字，请。儿媳不错。不帮你了。冯爷爷，我画好了。哎呀，请客气。我们去看看，指教。看看。好，好。好画，好。你呀，寻着宝喽。哎，对了，婚宴定在什么地方了？镇江。镇江，那我可要等你们的请帖了。好，一定请您去，一定请您去。你的国画跟谁学的？小时候在家看着名师的画临摹的，因为喜欢这个，所以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练，就当做打发时间。那我只能用天赋来解释了。我从小就喜欢画河，也练过人物，但可能天生不擅长画人吧，从来都画不好。啊，对，我在广州机场和你说过那个故事，里面女主也那样。她跟着男主学画画，从来都不画人，最擅长的就是画河。她其实是把男主当成河在画，她也不是不会，而是不敢。她怕别人知道她喜欢男主。所以，你很喜欢小南城王的故事啊？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和我说过你知道这个故事，你从哪儿听说的呀？它就在我们家的族谱上，我的名字也是取自它。那在你们家吗？我想看。可以啊，回去给你看。文川呐，确实按你的意思娶了佳人，所以你高兴啦。小陈呐，他不顺你的心。哎呀，你发几天脾气就行了，何必闹得不愉快？哎呦，那唐小福还没醒，我取消宴席有错吗？没错，没错。可是你不见十一的父母，这就有错了。哎呀，说到底呀，你还是不希望十一做你的儿媳妇。我是不希望她嫁给小陈。结婚，喜欢就可以了，谈什么影响不影响啊？那，你和周生行那妈。您还忘不了我和周生行的过去，这么多年，我为了守住小陈爸爸留下的东西，做了多少事儿啊！再说了，周生行管这个家20年，您觉得他会轻易把这个家还给小陈吗？
我现在还有余力可以护着小陈，有一天我累了管不了了，可怎么办？他二叔如果针对他，谁能帮他呀？我说句不该说的话，我和小陈没有血缘关系，他在这个家没有一个真正的亲人，您也不是。是，我也不是。他的妻子算他半个亲人，日后能够真心护着他、帮着他的，也只有他的妻子。我帮他找一个娘家有实力的女孩子结婚，有错吗？居然真的有！为什么是我？什么？为什么？在白云机场，你为什么想要认识我？过后我反复演练了很多次，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就凭一个故事啊，一个相同的名字吗？这理由也不成立啊。不是一个相同的名字，是两个。哦，是诗怡。不过我不介意你理解为一见钟情。我那天确实想认识你。不相信啊？你想听实话？我们俩之间，你的外貌比较容易让别人一见钟情，我觉得你挺有吸引力的。唉，可惜啊，第一次见我没感觉。是啊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可能我对这方面不是特别敏感吧。不过我觉得日久生情也挺好的，或者说可以让关系更加的牢固。比如说，一开始我们的生活就像这两本书，内容不一样，也互不相关。但是我们的生活每一部分都在重合，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，重合的部分就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融洽。最后，无论谁使用外力，都不可能把我们分开了。所以我觉得日久生情也挺好的，可以让关系这么牢固。不就是摩擦力吗？还日久生情？知道的还挺多。啊，你这次去多久？差不多要2个月吧。这么久啊？你在德国的实验室具体是做什么的？你可以理解为我在研究金星的居住可能性。金星可以住人？哦，现在不行。现在金星的表面温度已经达到了480摄氏度左右，表面的压力也是地球的90倍了。不过从体积和质量上来看，它是最接近地球的。未来也许有机会可以实现人类居住在那儿。听我讲这些，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啊？不会啊。高来了，你母亲叫你过去。那我去一下。去吧。
你一个人啊？你妈陪老太太去散步了，你妈全签了。从现在起，你爸留下来的所有遗产正式转到你的名下，周家是你的了。他说，这都是按照你爸的遗嘱做的，不必谢他。他仍然很生气，丝毫不减。这个是全权授权的委托书，然后你签了它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的正式代理人。你就不怕我卖了你？你会卖了我吗？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知己之心不可移，不是吗？好了。哎呀，这明明是你签了字，却感觉是我卖了身。准备什么时候走啊？马上走，下午飞不来梅。本来还想着让你和十一认识一下的。来日方长。那我们就不来梅见，我会在那儿住2个月。OK。哎，玉姐，我跟你说件好事。什么好事啊？是不是你妈又让你回去相亲了？什么呀？是老师给我们和不来梅同事发邮件，说自己结婚了啊？这就结了？这年代还有人结婚之后群发同事邮件？他大概活在上个世纪。说不定是师娘威武呢。不对，我觉得老师应该是故意发给他老婆看的，表忠心嘛，是不是？有这可能啊？周生辰，这个放我这儿了，你出差带着不方便。我给你放床头柜，你要是有急用的话，我出差不在家，你就自己拿。给家里钥匙。龙小玉还住这儿呢，我拿钥匙不大好吧？他卧室有自己的锁，我给你的是大门的，还有我卧室的。走吧，我送你下去。你送我下去？我刚刚送你上来，你又送我下去？我顺便扔垃圾。路上小心。等我电话。好。啊，等一下，一天3次打电话太麻烦了。是不是耽误你工作了？打电话的时间我可以调整。我们都结婚了，随意一点。你想找我的话，提前说一声，我如果方便，我们就通话。知道了。再见。再见。石小姐啊，这个时候拿垃圾袋下来丢，也没地方收啊。您记错了，垃圾桶啊6点才送过来。是我记错了，我先进去了。嗯。
今天这首歌听起来很应景啊。相遇那天，定格时间，是你微笑的眼，让喧嚣世界蜕变。每个瞬间，刚刚应该给他一个拥抱。浇灌了往昔的疲倦，抱一下就好了。惊醒你的出现。他应该也想我抱他。我为什么不直接送去机场呢？应该改签一下时间的，至少和他吃顿饭。至少还能和他多待一会儿。我的情这一切，感谢你在身边。小陈啊，有个事儿我得告诉你。11有个追求者叫王英东，据说是业内有名的才子。作为过来人，我得告诉你，长期两地分居不利于婚姻稳定，尽早回来，小心太子被别人追走了。你又没结过婚，从哪儿得来的这个经验啊？嘿，没说年轻时候比你强多了，我谈过恋爱。你呀，就是运气比我好，碰到了时宜，要不然，我看你没人要，不对吗？对，我这性格的确是不适合结婚。不，你不适合谈恋爱，结婚是最优对象。希望他能跟你想的一样。情敌在，不能掉以轻心啊。你全吃了？嗯。难过啊？为什么？你婚宴不顺利啊？你们家和他们家当面吵起来了？还是他妈妈又刻薄你了？订婚宴取消了。哦，不难过。哎，咱不难过啊。哎呀，那个破化学教授凭咱们美貌，分分钟给他找10个回来啊！哎，真的是。干嘛你？忽悠我啊？我结婚了。啊？准确的说是领证了。哦，怪不得那天。就是那天。可以啊，你们俩牛啊！我到现在还是懵的，我还没告诉我爸妈呢。没告诉他们。周生辰说等他出差回来和我一起去，比较正式。哦，倒也是，你们俩一起回去解释比较好。哎，我真的想知道，他到底做了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，能让你愿意立刻领证啊？没做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因为不特别，甚至有点笨笨的，才显得特别真诚。我当时特别乱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强烈的预感：如果不答应，一定会后悔，后悔一辈子。恭喜，已婚少女！
哎，我晚上再回来慢慢跟你说。我们现在去趟超市，我刚看冰箱全空了。你这几天怎么过的？无论我怎么过的，都没有你这2天精彩啊！给我看看，这么大黄钻啊！